华国锋卸任后，一位高干来家中拜访，并提出要和华老合影。被婉拒后，竟自曝官职。华老听后说了什么？1981年6月，华国锋选择提前卸下主席职务，在北京一方四合院内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。而华老之所以深居简出，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出现会惊扰到四方群众。曾经有一次，华老被亲眷劝说去看庙会，为了避免自己的出现造成人群骚乱，他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可还是被群众在人群中认出了华老。一时间，众人将华老围成一团，每个人都想和华老热情攀谈，还有人拿出相机打算和华老合影，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。可是华老一生淡泊明志，退休后只想过简单的百姓生活，因此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，他便养成了非必要不出门的习惯。可是退下政坛的华老却依旧被很多高干惦记，中央也曾派人前来拜访，这跟他辞去主席职位后还担任着中央一份特殊职务有很大关系。华老卸任主席职位后，其实还担任着中央一个特殊职务。按说华老一生淡泊名利，为何在卸下主席后还要同意出任中央其他职务呢？这要从华老和毛主席的关系说起。因为华国锋为人忠厚，踏实肯干的优秀品质被毛主席看重，所以伟人临终前才放心将国家交到华国锋手中。作为新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，华老曾凭借智慧与才干停息了那场动荡的岁月，为之后的发展道路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支撑。作为老一辈的革命先辈，华老十分注重国家的发展。当他感觉到自己渐渐跟不上时代发展时，果断选择了提前辞职，想把位置空给更有能力的人来带领国家发展。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，华老的目光的确长远。接过接力棒的邓公开始改革道路，中国也自此迎来了飞速发展。虽然华老辞去了主席一职，但中央还是希望他能担任中央委员，所以华老直到2002年才算正式卸任一切职务。也正因如此，即便退休在家，华老家中仍是访客不断，更是有客人来访后自报官职，但华老却只回复了7个字儿。这7个字儿会是什么呢？卸任主席职位后的华国锋虽然担任着中央委员一职，但并没有随便行使权力。他希望把更多机会让给有想法的年轻人。可当时中央诸多高干心里却时刻谨记，中央委员会内有华老这样一位人物，因此华老家中经常有人来拜访，而只要是客人，华老也会热情招待对方。有一次，一位高干来到华老家中做客，临走前，对方却提出想和华老合影留作纪念。虽然华老辞职了，但由于特殊身份的考量，华老最后婉拒了对方。可对方一听华老不肯和自己合影，竟自报官职姓名。华老听后摆摆手说道：“不提官，来者皆是客。”对方也知道小心思被看穿，只能悻悻离开。此后华老无事便不会出门，整日在家侍花梦草。可每年毛主席诞辰和毛主席忌日，华国锋都会亲自去人民大会堂内为主席悼念。对于华国锋和毛主席之间的深厚情谊，你怎么看呢？